来吧，超级适合新手提高成就感的蛋奶哈斯。这个面包松软的像蛋糕一样，清新的乳黄色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把它切片，适合用来做迷你三明治或者空口吃。它的切面呀，就像云朵，无论在视觉还是味觉上都能打动你，提高新手做面包的成就感。和我一起来手揉这个面团吧。先把液体倒入盆子里，牛奶、炼乳、全蛋、细砂糖、耐高糖干酵母。先把液体部分给它拌匀，然后高筋粉，用刮板刮拌均匀。成团了以后啊，在盆子里就不好揉面了，取出来放在桌上去揉。可以看到啊，面团上还有一些干面粉没有揉匀。通过搓面，你发现呀，它非常的粘桌面。揉面呀，很讲究心境，这时候内心不要乱，不要瞎抓，继续这样搓。搓一会儿，它就不粘桌面了，而且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面团比较抱团了，拉伸一下也感觉到它很有劲儿，不容易断。接着拉伸开呢，看到这个面絮很杂乱不均匀，比较容易破，说明它还没有很好的延展性。再摔打2分钟，摔打到表面非常的光滑就可以了。切一块拉伸一下啊。它的膜比较厚，拉的时候也比较有阻力，很容易破，破口不规则，边缘有锯齿。切碎它，摊开，放入盐和无盐黄油，接着把黄油揉进这个面团里。你现在能切多碎就给它切多碎。这时候的碎面团呀是很分散不抱团的，因为它裹着一层油。搓了一会儿啊，肉眼可见的啊，这个面团就开始有粘性了。现在呢，它就明显的光滑了很多，已经看不到油光了。这个时候开始摔打上劲儿。然后摔打到这种可以轻松的拉长，表面非常光滑的程度，然后放在室温松弛个5分钟，让面团先冷静一下，再来看状态。这时候的面团明显松弛下来了，拉一下可以拉很长，没有那么紧了。拉伸出这种膜呀，也不算是手套膜，比手套膜稍微厚一点。这破口呢也比较圆滑，这状态就做哈斯就足够了。蛋奶哈斯呢不像吐司面团要求那么高，发酵1个小时。发酵好的面团拍打一下就不要再揉面了啊，这时候要保留住它的光滑面。很多新手不懂啊，发酵好了就在像揉面馒头似的使劲去揉，那这个面就会很烂，最后面包呢肯定是长不大的。均分成2份，每份面团250克。擀之前用手指稍微把面团整理成厚度均匀的长条。接着拍掉4周擀出来的大气泡，翻面，预整形成3折，变成宽条。那这2个面团都做好了预整形，再松弛20分钟。有人问了啊，为什么你有的时候松弛30分钟，有的时候只需要15或20分钟呢？问题就在预整形的时候啊，面团被你处理的方式。预整形的时候，你对面团的操作没有那么紧绷，它的松弛时间就短。所以呀，完全是取决于面团有没有松弛到位。只要是能擀开不回缩，时间只是作为参考。松弛好的面团呢，再来擀长，宽度大概是12到15厘米，长度30厘米的样子。翻面啊，然后比较紧的卷下来，不要留空隙。卷的时候要注意控制手指的压力，尽量的做到两边往中间能拱起一个弧度。卷好了，再用手整理一下形状，就可以进行最终发酵了。发酵温度最好能达到35到38摄氏度，湿度在75%左右。环境太干的话，要注意面团表面保湿。我呢发酵了大约1小时，均匀的撒低筋粉，纵向割5刀。
割包尽量一步到位啊，深一点，太浅了不好看，反复的拉扯也会毁容。那我用的是风炉，165度15分钟出炉，晾到手温就可以了。这个面包呢，就好像浸泡在牛奶里的口感，空口吃啊就有浓郁的淡奶香。作为新手呢，如果你第一次做面包是淡奶哈斯呢，它一定会让你爱上做面包。那么孩子做早餐呢，也是很合适的，尝试一下吧。有问题可以评论区找我，或者艾特维莎妮做面包交作业给我。那么下期见吧，拜拜。